不过这话又说回来，做花肥要把身子送到燕子坞去给表少爷。王姑娘，你快点想个办法救救阿朱阿碧他们，他们都是因为我才受到连累的。我娘这又是怎么了？为什么老是为难表哥家的人呢？端公子，那你在这等我好了，快走吧。娘。 娘，我是替你表哥为那2个奴才来求情的吧？我知道娘不喜欢我跟表哥来往，可是上一次，表哥他冒险救过我一命，阿朱阿碧是表哥的人，娘你就放过他们俩这次吧。哼，那2个丫头，趁我不在，竟敢把一个野男人带进来。这里是曼陀山庄，不是他燕子坞。 他们喜欢杀人、抢劫、放火，这我管不着，但违背了曼陀山庄的规矩，就得付出代价。他们怎么会杀人、抢劫、放火呀？哼，慕容复先后杀了伏牛派的柯百岁、丐帮副帮主马大元，还有少林的玄卑，真是不自量力。得罪伏牛派也就算了，还敢开罪于少林和丐帮，也不掂掂自己的斤两。 你说表哥，他开罪于丐帮和少林。慕容复现在志在天下，小小的燕子坞，他岂能满足啊？还是得先救出阿朱阿碧，这样才能知道表哥究竟出了什么事。雨嫣，不管你心里有多么不愿意，总之少跟慕容复来往，我也不想跟他们家攀亲带故的。 哦，我知道了，娘，那您就先放了阿朱跟阿碧吧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跟他们来往了。他们把男人带进曼陀山庄，本应该大卸8块的，现在只是要砍了他们的手脚，算是便宜他们。如果你再替他们求情，就直接拉出去活埋了。娘，还不回房去？王姑娘怎么样了？我娘说什么也不肯放了阿朱跟阿碧，而且我表哥好像是遭人陷害了，我必须要把阿朱阿碧救出来，才能知道燕子坞到底出了什么事。既然王姑娘你求情都没有用，那看来就只好硬闯了。好吧，那你跟我来。嗯。王姑娘，我在这等你，你去敲门。小姐，我娘说找他们2个有点事，你先把他们2个带出来。可是小姐怎么自己亲自过来？这点小事下人通报一声就可以了。严嬷嬷的意思是我不能来，不该来，还是一定要跟着我娘才能来呢？奴才不是这个意思，奴才这就带他们俩过去。嗯。王姑娘，小姐，这绳子有点紧，你来帮个忙。哦。小姐，对不起了。你干什么？你快点放了王姑娘！小心！臭小子，你是怎么威胁我家小姐的？我这就去禀告夫人，看她怎么收拾你。你别去！先把我放了，快！王姑娘，王姑娘，等一下，你怎么会化功大法的？这不是化功大法，这是北冥神功啊，是我在一个山洞里得到的，而且这本秘籍和王姑娘你还颇有渊源呢。你学会北冥神功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应该说是一个长得和王姑娘一模一样的神仙姐姐，在机缘巧合之下，让我无意间得到这本秘籍的。
先别说这些了，我们还是赶快走吧。对呀，对呀。哦，王姑娘，你偷偷放我们走，舅太太知道了一定会责罚你的。是啊，表姑娘，现在你又要跟我们一起去燕子坞，我怕到时候舅太太真要把燕子坞给拆了。可是表哥现在身处险境，我要是看不到他就不放心。我娘那边我会想办法，你们放心好了。如果是我被人栽赃陷害，那我肯定会先去事发地点查明原因，找出真凶的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表哥会去少林？以公子的个性，公子一定会先查清楚这件事，否则我们在曼陀山庄滞留这么久，不可能没有人来找我们的。是啊，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去少林找公子吧。没错，我娘现在正在气头上，我们先避过这个风头再说。好，我们上船。快点，快！他素来跟丐帮、少林无冤无仇，怎么会牵扯上丐帮和玄贝大师的命案呢？这一点我也很纳闷。起初是几个小门派的掌门死了，谁知道事情越闹越大，现在就连丐帮的副帮主和玄贝大师的死都算在公子的头上。能杀死丐帮副帮主和少林高僧的，绝非等闲之辈。在当今武林里，谁会有这么大的本事呢？恐怕也只有我家公子了吧。表哥是不会乱杀人的。阿碧的意思是，有这种能力的人屈指可数。江湖第一大帮和武林第一大门派都死了人，现在武林之中，肯定是人心惶惶的。嫁祸我表哥的人，必然是想掀起武林中的动荡与猜忌。是表哥的船，快看，那是表哥的船。这是公子的船，公子不是回燕子坞了吧？阿碧，快划过去看看。好。这慕容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啊？能让神仙姐姐为他如此的痴迷？王姑娘小心啊！有人要偷袭我们！王大哥是自己人，都给我转！非也非也，王姑娘，这小子跟咱们非亲非故，你干嘛称他是自己人呢？非也非也，正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，所以呢，只要不是冤家对头，没有深仇大恨，都可以算是自己人啊。非也，非也。包大哥，这位段公子救了我们的命，你就别再为难他了。包大哥，你们都来了，那我表哥呢？哦，他没跟我们一起，他可能在去少林寺的路上。我听我娘说，表哥得罪了丐帮跟少林，是不是真的？非也非也，事情并非如此，这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我姑苏慕容家。丐帮副帮主马大元死后，他们帮主乔峰便派人送信过来，说要在杏子林召开丐帮大会，为公子澄清马大元之死跟他没有关系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我表哥是被冤枉的。就是嘛。可事情没那么凑巧。少林的玄贝大师又死在自己的大韦陀手下，把账也算在我们的头上。我们公子索性赶往少林去澄清此事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回来参加丐帮大会。如果公子来不及参加丐帮大会，那岂不是无法洗脱罪名了？非也非也，即便是公子不回来，我们兄弟也要去。我们绝对不能让丐帮
小瞧我们姑苏慕容家。王姑娘，要不然我们也跟着风大哥、包大哥去参加丐帮大会吧。一来有可能见到我们家公子，二来有你的指点，我们慕容家也不会太丢人现眼。小心啊！王姑娘，小心点，来，慢点。哎，哦，姓段的，请便吧。包大侠，我看你对在下好像格外的不友善啊。非也，非也呀！接下来都是我们慕容家的事了，你一个外人在场，多有不便。走吧，啊，段公子，要是让我们公子看见了，误会了你和王姑娘的关系，这不太好吧？就是。这个担心倒是对的，段公子，我们就不便留你了。那既然如此的话，王姑娘、阿朱、阿碧，那段誉就先告辞了。那就后会有期了。公子走好。王姑娘，请。哈哈哈，不好意思了。还真有点饿了，好久没好好的吃顿饭了。这位兄台气宇轩昂，英气勃勃，不像一般人。难道他就是慕容公子？小二，来了。哎，公子有何吩咐？这位仁兄的账都算在我头上。哎，好的，公子。这位兄弟，请过来同饮一杯如何？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，在下奉陪就是。坐。请教英雄高姓大名？你我萍水相逢，有缘坐在一起，倒不如痛饮几杯更好。哈，不错，你我既是有缘，我们就应该痛快地喝上一顿。哼，痛快！干了！哎，兄弟，你的杯子太小了。小二，来喽！哎，客官有什么需要？给我换2个大碗。哎，再来10斤高粱。好嘞。10斤？怎么？哼，这是你慕容复的地盘，我绝不能让你小瞧了我。好，小弟舍命陪君子，今天不醉不归。好，来，干杯！来，咱们先喝上10碗再说。好，来，干了，痛快！痛快！好酒，好酒，我们再来。好，爽快，再来。兄弟，果然好酒量。哈，仁兄啊，我这人的酒量呢是因人而异的。常言说酒逢知己千杯少，那我们就大概来算一下，我们现在喝的这一坛酒呢，最多也就能倒个10来碗。如果要喝到1000杯的话，那恐怕得要喝40、50坛才行啊！好，痛快，我们再来，来。干了，来。来，干！
喝呀！喝这么多呀？这么多呀！来，干！干了！好。仁兄啊，我们每个人最少都喝了20几坛了吧？不错，兄弟，你还真清醒啊！咱们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实在是不分伯仲啊！要分出胜负恐怕是难了。如果再这么喝下去，小弟我身上的酒钱就不够了。哎，来，小二，哎，好嘞，谢谢客官。咱们走。好。没想到江南除了慕容公子之外，还有你这么年轻的高手。啊，原来仁兄你不是慕容公子啊！你以为我是慕容复才跟我比试啊？真是让仁兄你见笑了。仁兄，在下段誉，大理人士，我还是第一次来到江南。原来你是大理段氏子弟，难怪难怪。在下乔峰。乔峰，我好像听人提起过。乔某乃一介草莽，不足挂齿。倒是兄弟你，年纪轻轻的，就有如此高的武学造诣，真的是让乔峰大开眼界啊！这说起来可真是惭愧，乔兄你喝的那么多碗酒，凭的可都是真本事，而段誉嘛，却用了旁门左道的功夫，和乔兄你这样的英雄好汉耍诈。段誉在这儿和乔兄你赔礼了。段公子何出此言？我曾听恩师说起，武林中故老相传，大理段氏有一门六脉神剑的功夫，能以无形剑气杀人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原来还真有此神功啊！其实这功夫呢，除了和乔兄你赌酒时作弊取巧之外，也没什么用处。就像我被鸠摩智那个番僧抓住的时候，根本就是毫无还手之力。真是让乔兄你见笑了。段兄弟，你的奇遇可是世间罕见，但更难得的是，你肯坦诚相告，这足以证明你是个胸襟磊落之人。我乔峰就欣赏你这样的人。你我一见如故，不如咱们结拜为兄弟如何？好，小弟求之不得。好，兄弟。今日我乔峰，我段誉，愿结为异姓兄弟，今后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生死无悔。大哥，贤弟，该做的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就等这一刻了。
乔峰，你本可以选择我，选择高枕无忧的，有我陪你做这个丐帮帮主。可是，你却选择了苦难。西宋吴陈4位长老已经快马加鞭赶去杏子林，不过说下去。4大长老交代，让我设法困住白世镜，不准他去杏子林。这么说，白世镜还是站在乔峰那边。对，白世镜对乔峰仍有感恩救命之情。4大长老的顾忌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没想到，白世镜这么优柔寡断，来了说不定会碍事。人各有志，咱们是为了丐帮着想。这件事要不能一举成功，咱们的命可就都没了。绝不允许有任何节外生枝的事情发生。我知道。白长老，为什么船上有这么多兄弟啊？在下也是听帮主的安排。帮主不是说不让带这么多兄弟吗？帮主就在船上，不信白长老上船一问便知。帮主在船上。白长老，全斗主，帮主呢？帮主就在里面。楚文清，你要干什么？白长老，先委屈你了。这是4位长老的命令，小弟也只是照做而已。4大长老呢？让他们来见我。现在可由不得你了。大哥，你为何要来江南啊？我丐帮副帮主死于自己的成名绝技之下，帮里的兄弟都猜测凶手是慕容公子，但我乔峰确定凶手另有其人，所以我在此地的杏子林召开帮众大会，希望能找到真凶。丐帮？乔峰？莫非大哥你就是天下第一大帮丐帮的帮主？小弟我真是3生有幸，能与大哥这样的盖世英雄结为生死兄弟，小弟我真是死而无憾了。哎，贤弟，你我一见如故，彼此欣赏，才结为生死兄弟，何必在乎那些镜花水月的头衔呢？对呀，对呀，小弟我今生啊，永远只当你是我大哥。这就对了。来，启禀帮主，方才有2男3女前来闹事，他们自称是姑苏慕容家的人。应该是王姑娘和阿朱姑娘他们到了吧？那慕容复来了没？慕容复还没来。好，我这就去看看。我家帮主和慕容复相约在此，他为什么不及时赴约，私自跑去少林寺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哼！你这个老乞丐，我家公子的行踪可是要你来管的。玄贝大师死在自己的成名绝技之下，我家公子去少林，当然是为了澄清此事。哎，你说什么？你小子在说什么呢？那我帮马副帮主至此呢，你家公子就不应该出面来讲清楚吗？你家乔帮主在来信中已经说了，能够澄清我家公子与马副帮主之死没有关系。既然如此，为何还要多此一举啊？你们家慕容复也太嚣张了吧！根本没把我们丐帮放在眼里。帮主到！参见帮主！参见帮主！参见帮主！帮主！帮主！王姑娘、阿朱、阿碧，段公子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是啊，我跟大哥一起来的。各位长老，帮主。
哎，你这小子真是阴魂不散呢！啊，非也非也，这次我段誉呢是与我的义兄乔峰一起来的，能够与各位再度见面，那纯属是机缘巧合，懂吗？什么？你说乔峰，他是你义兄？嗯，想不到你这个赖皮狗手段还真高明啊！啊，佩服佩服！多谢谬赞。喂，你，王姑娘，你们就不用担心了，我义兄他说了，一定会为慕容公子作证的。乔帮主，泰山武林大会上，你我有过一面之缘，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呀？乔峰久闻包大侠大名，岂会忘记啊？哎，非也非也，我有什么大名啊？江湖上我倒是臭名远扬，不过人人都知道我包不同，好惹是生非，出手伤人。好了，就别闲扯了。乔帮主，现在你当着你们丐帮4大长老和我们慕容家的面，把话说清楚了。我们还要赶往少林和公子会合呢。这位兄弟，不要着急。乔峰南下，就是为了要解决武林这场纷争。就在8月18清晨，乔峰为了要调查伏牛派柯百岁之死，与慕容公子在信阳相会。我丐帮马副帮主是8月17夜里被杀，所以乔峰确信马副帮主之死绝对不是慕容公子所为。这就是说，我表哥不可能在前天晚上刚杀了马副帮主，而第2天早上立刻就出现在信阳与乔帮主您见面。可见凶手是另有其人。不但马副帮主之死与慕容公子无关，乔峰确信少林玄杯大师之死也与慕容公子无关。这当然不是我们慕容公子所为啊！所以，请乔帮主当着众人的面替我们慕容公子澄清。少林玄慈方丈给我的信中说，玄杯大师是在8月21夜宿泸州太平寺，惨遭毒手。我与慕容公子在8月18相遇，慕容公子又怎能在短短的4天里面赶着川东杀人呢？以这样的时间推算，我表哥不在场的证据非常明确。是啊，乔帮主果然是大仁大义、是非分明之人，佩服佩服。乔峰只是将事实说出，让栽赃陷害之人不能得逞，还清白之人一个公道。8月18号，你在信阳与慕容复见面，有谁能够证明？是啊，帮主，没有任何人看见你与慕容复相见。如果8月17慕容复杀了马大元，由洛阳直赴川东，而非信阳，玄杯大师很有可能就是被慕容复所杀。对，没错，此事肯定就是慕容复所为。是啊，从洛阳到川东，5、6天的时间，对慕容复来说完全可能。对，没错。难道你们不相信吗？帮主，这么大的事，我们不能只听片面之词啊！你可以不相信你们家帮主，但是你不要污蔑我们家公子杀人。就是啊，这普天下，只有慕容复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功夫，他不是凶手，那还能是谁？老乞丐，你是想打架吗？我风不恶，奉陪到底！风大哥，你小心，这是阮家通臂拳，小心腋下。通臂回打13式，小心你身后。
毒心。冯大哥，对不起，都是我害了你。王姑娘，没关系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凤弟，冯大哥，凤弟，好啊，让我来为你报仇。想车轮战。 陈长老，快把解药给他。帮主，此人是慕容复的手下。如果慕容复是真凶的话，我们不是助纣为虐吗？我不管你对我有何意见，他们今天是我邀来的，没有见到慕容复，绝不能先伤了他的手下。快给他们！ 先把毒吸净，然后给他擦上。多谢陈长老，多谢乔帮主。姑娘且慢，这蝎毒属阴寒，女子属阴，阴上加阴，会使毒性更强。包大哥，你快别打了，先救了风大哥再说。我来，帮主。 你这么做，有失丐帮的脸面。大哥，让小弟来吧。多谢段公子救命之恩。小事，举手之劳而已。对段公子来说是小事，可对我风波儿来说是大事。陈长老，我风波今天甘拜下风，改天定要再讨教你的高招。 解药还你，自当奉陪。乔帮主果然大仁大义，不愧为是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，在下风波十分佩服。掩耳大义，包兄，我来帮你。 无上分领教了。风大哥，包大哥，你们快出手吧！无论如何，你们都敌不过四大长老的。 王姑娘别担心，我等绝不认输。那好，这是你们自找的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
乔帮主，你我武功相差甚远，我恐怕这辈子都不是你的对手。这把刀，我也不要了，就当是个教训。告辞。冯弟，技不如人，脸上无光，我再练10年，恐怕也打不过你。乔帮主，告辞。乔帮主，包大哥和风大哥都走了，那我们也告辞了。乔帮主，我们先走了。3位请便。且慢，帮主，马副帮主的大仇未报，你怎么能随便把敌人放走呢？我不早说过了吗？马副帮主的死与慕容复没有关联，莫非4位长老对乔峰还有疑心？4位长老，个个都是我丐帮的有功之臣，也是乔峰的前辈。乔峰有什么不对之处，还请明言。乔峰，你真的不知道？我知道什么？全冠倾倒！拜见帮主。帮主，玄洞主，临行前我不是吩咐过执法长老不要带众弟子前来，以免节外生枝吗？不带兄弟们来，怎么替枉死的马副帮主和玄卑大师报仇啊？他们死不瞑目。执法、传功2位长老呢？不知道。那大禹、大信、大仁、大理4位舵主都在何处？张学祥，你们舵主怎么没来？我不知道啊。你将你们舵主杀害了是不是？不，没有啊，舵主好好的，这事跟我没关系，这事我不知道啊，帮主，我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我不知道啊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帮主。张学祥，你们舵主怎么没来？我不知道啊。你将你们舵主杀害了是不是？不，没有啊，舵主好好的，这事跟我没关系，这事我不知道啊，帮主，我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我不知道啊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帮主。4位长老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讲！丐帮自我而下，人人以义气为重。4位长老更是深明大义、忠心不二之人。今日公然对抗乔峰，原来是有人在背后兴风作浪。你既已知错，跪下倒也不为，但你挑拨离间、闹事叛帮，罪无可恕。张学祥，帮主，去带路，去请传功、执法2位长老一同前来。你好好听我命令行事，将功抵过。是，弟子愿意听从帮主调遣。其他人原地等候。没有我命令，
得擅自离开！我丐帮上下一向齐心，同气连枝，大家也都是多年同生共死的好兄弟。试问你们每一个人心中，愿意看到我们自家兄弟相残，血流成河吗？丐帮的人都到杏子林了吗？差不多了，将军。好，这一回，本将军一定要一雪前耻，将丐帮的人一网打尽。将军，在下有一计策，愿意献给将军，以助将军一臂之力。快说。杏子林是一个四面皆通的地界，如果我们从一方进军，恐怕那些叫花子会趁机逃走。不如我们分兵4路。同时进军围攻他们，定可将他们一举歼灭。对呀，连宗，你说的太对了，这个计策真是好啊！丐帮乔峰与慕容复在杏子林召开帮众大会，就是你打听的消息。这如今你要献上这么好的计策，好，待本将军报仇雪恨之后，一定要好好的奖赏你，将军。李延宗戎马半生，自认怀才不遇，希望事成之后，将军拨给手下一批人马，也好施展末将平生之所学，为西夏效力，为将军效力。哎呀，这有什么难的？本将军现在就答应你。谢将军，末将愿为西夏王朝，为将军效犬马之力。拜见将军。你们3个也来了。老大让我们先行一步，听从将军调遣。好，你们4大恶人加入我西夏一品堂，本将军真是如虎添翼呀！这一回，一定要将丐帮一举歼灭，报仇雪恨！白长老到！帮主，你们平安无事就好。先到一旁，我有话要说。是。我丐帮承蒙江湖上朋友看得起，100余年来，号称江湖上第1大帮，分舵遍布南北。众兄弟的想法不一致，也是难免之事。只要大家能好好的坐下来说个明白，大伙儿仍然是肝胆相照的好兄弟，不必将一时的意气纷争看得太重。请问，宋西陈吴4大长老，为什么把我们关在船上？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嘛，白长老，我们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好兄弟，这自然没有什么恶意。是啊，没恶意。那为什么船上还放着些柴草硫磺，差点给我们烧死？这怎么是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张全祥，我问你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宋长老，弟子职分低微，怎敢做这种犯上欺主的事呢？这都是……你快说！全冠清，你好狠毒啊！全冠清，好了，
谢长老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敢作敢为，还要敢担当。乔帮主，我们在一起商量，是要废去你的帮主之位。这件大事，我们宋西陈吴4大长老都参与了。我们害怕传功与执法长老不同意，这才设法将他们囚禁起来。这是为了本帮的大业着想，才不得不冒险而为。但是我们绝没有要加害他们的意思。对，没错，我们没这个意思。没错。帮主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背叛帮主的事实不可否认。咱们身为丐帮弟子，理应遵守祖宗的遗法。乔帮主，我吴长风在丐帮30年了，谁都知道，我并不是一个怕死之人呐。宋西陈吴4大长老背叛帮主，违反帮规第1条，执法弟子将4大长老绑了。是，来吧。将全冠清也绑了。且慢！全冠清，煽动大家谋反，到底我乔峰做了什么对不起众兄弟的事？你给我当面说清楚！你对不起众兄弟的大事，虽然你现在还没做，可是不久的将来，你肯定会做的。一派胡言！乔帮主为人处事光明磊落，以前没做过对不起众兄弟的事，将来更不会做。你说的这些简直是无稽之谈，是想要煽动人心，企图谋反。现在阴谋被揭穿了，你快自行了断吧。白长老，连4大长老都参与此事，一定是乔峰有什么不对之处。全冠清，你当着大家的面，把事情说个清楚。马副帮主被人所杀，我相信都是你的指使。你说什么？我知道你一直憎恨马副帮主，恨不得除之而后快，所以你就勾结慕容复，利用他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杀害了马副帮主。接着，你又杀害了玄卑大师，以掩人耳目。然后，你又出面为慕容复作证，想要迷惑武林各派。你身为武林盟主，当然可以让此事不了了之。全冠清，我只知道你能言善辩，却没想到你是如此居心叵测。马大哥与我相交甚好，众位长老都应该看在眼里吧？泰山一战，乔峰遭西夏一品堂偷袭，身受剧毒，是玄卑大师舍弃功力救了乔峰。如此大恩大德，乔峰又怎么会恩将仇报，杀害自己的救命恩人？乔峰虽算不得什么大丈夫，但这种猪狗不如的行径，乔峰就算遭受千刀万剐，也不会为之。莫非是我们错怪了乔帮主？乔帮主义薄云天，重情重义，众所周知。当年汪帮主试了他3道难题，命他为丐帮立了7件大功，这些你们都忘了吗？辽夏一战，是谁舍命救了汪帮主，杀了辽帅，使大宋免除了一场劫难，这些你们也忘了吗？泰山武林大会，是谁中了剧毒，还要拼死一搏，保住了丐帮的荣誉，勇夺武林盟主之位，这些你们也忘了吗？乔帮主，你或许是一个
装腔作势的大奸雄，或许是一个被人诬陷的大英雄，我吴长风是没有本事分辨了。帮主，我们之所以烦你，皆因诬陷人言，以为你与马副帮主不和，暗中勾结姑苏慕容，下手害他。种种小事凑在一起，不由得人不信。现在一想，我们真是糊涂啊！白长老，事已至此，就请你请出法刀，依照帮规，我们大家自行了断便是。对，我们自行了断。宋西、陈武4大长老，误信他人谣言，图谋叛乱，危害本邦大业，罪当一刀处死。乔帮主，宋某实在对不起你，自行了断便是。帮主，帮主！祖宗依法，本帮弟子犯了帮规，不得轻赦。帮主如要加以宽容，亦需自流鲜血，洗净其罪。帮主，帮主，宋某是个罪人，不值得你为我这么做，不值得啊，帮主。15年前，大辽入侵雁门关。宋长老得知消息，4天4夜，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，告知紧要军情。途中，连毙9匹好马，聂累得身受内伤，口吐鲜血，疗伤数月。终于，我大宋守军有备，大辽胡骑不惩而退。这是有功于国家的大事。虽然江湖朋友不得而知，咱们丐帮却是知道的。这就是宋长老。帮主，当年你独守鹰巢峡，力抗西夏一品堂的高手，使其行刺杨家将的阴谋不能得逞。单凭杨元帅赠给你的济公金牌，便可免你今日之罪。这就是吴长老。帮主，我不该烦你呀！西长老当年教我武功，虽无师傅之名，却有师傅之实，这尚是我的私人恩德。想当年，汪帮主被5大高手设伏擒获，囚于祁连山黑风洞中，逼我丐帮向大辽降服。西长老和汪帮主的身形有3分相似，便乔装成汪帮主的模样，甘愿待死，使汪帮主得以脱险。这是有功于大宋和本帮的大事。我乔峰非免了你西长老的罪名不可。大哥，帮主，西长老，请起。帮主，你大仁大义，今后我西沈河这条命就交给你了。今后谁再说什么，我都不会信了。
帮主，我平时与你没有什么交往，得罪你的地方太多了，你用不着为我以血赎命。帮主，陈长老，我乔峰是个粗汉子，不善结交，为人谨慎，心思缜密的朋友，也不喜欢不爱喝酒、不肯多说话的人。那是我天生的性格，勉强不来。我和你平时性格不同，平时难得有好言好语，但你以为我想除去你和马副帮主？那是天大的误会。你和马副帮主老成持重，从不醉酒，那是你们的好处。我乔峰赶不上你们。哎，刺杀大辽左路元帅耶律八旗的大功劳，别人不知道，难道我还不知道吗？就是陈长老。我陈姑燕名扬天下，却做出这等糊涂事。我感谢你的大恩大德，请起。全冠清，你可知道，因为你的野心，害得我丐帮险些陷入一场浩劫之中。我只知道，我之所以反你，我是为了大宋江山，为了丐帮的100年基业。可惜，跟我说了你身世真相的人，为师怕死，不敢现身。我的身世有何不对之处？你尽管说。这时候，我再说话，谁还会信？你干脆杀了我！大丈夫有话便说，何必吞吞吐吐的？你死也不怕，说话还有什么顾忌的？没错，我连死都不怕，天下还有什么事可怕？姓乔的，你就痛痛快快一刀把我杀了吧，免得我活在世上，眼睁睁看到大好的丐帮落入胡人之手，大宋的锦绣山河将沦亡于夷狄。大好的丐帮为何会落入胡人之手？你说明白。说明白，还有谁会信我？何必让我死后再落个嚼舌根的骂名呢？帮主，这个人诡计多端，信口胡说，就是希望你不杀他，执法弟子，行刑，请吧。全冠清，你煽动叛乱，难免一死。但我今天饶你一命。从今以后，丐帮没有你这号人物。你要逐我出帮？不错。你假仁假义的戏码到底要唱到什么时候？难道你真的不怕我离开丐帮以后，把你真正的身份公诸天下吗？我不明白你究竟在说什么。帮主，这，帮主，帮主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西夏紧急军情，赶快给他疗伤。是。等一等！不
能拆。小帮主，蜡丸传书事关军事机密，你不能看呐。哦，乔帮主，多有得罪。各位长老，马大元的遗孀马夫人马上就要来了。她说有重要事情要跟大家相商，所以请大家再耐心的等一等。既然如此，大伙儿就等马夫人来吧。今天怎么会有那么多事情啊？不知道那个马夫人是不是又冲我大哥来的？谭公谭伯到。徐长老，原来是太行山冲霄洞谭公谭婆夫妇驾到，乔峰有失远迎，两位莫怪。乔帮主何必客气啊？我们此次来是应徐长老之邀，特为一件事作证的。乔帮主，江湖上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在你身上插刀子？是我自己插的。这是我新研制的玄冰蟾蜍疗伤药，定能治好你的刀伤。谢两位前辈。谢就免了，以后别闲着没事插自己玩。小娟儿，师兄，小娟儿，你怎么嫁给这老不死的？我心都碎，肠都断了。赵钱孙，你干嘛管我老婆子叫小娟儿？哼，这是我赵钱孙专用的称呼。怎么了？他没告诉你啊？啊，小娟儿，闭嘴！你再叫我对你不客气。好了，这么多年不见面，一见面就打。哎，小娟儿，你别气啊！你说的话、做的事都是对的，我听你的。混账！是啊，小娟说的话、做的事都没有错。她嫁了谭公，没有嫁你，完全没有做错。闭嘴，臭丫头！我嫁谁不嫁谁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你干嘛要打人啊？你们三个一来就争风吃醋，阿朱姐姐是好心，是想提醒你们。现在这里还有外人在呢，别让大家看了笑话，明白吗？多谢段公子。乔帮主，乔帮主，别来无恙。原来是一字会剑门的剑神卓不凡大驾光临，乔峰应该远迎才是。乔帮主，我是受徐长老之约，来向你证明一件事情的。徐长老，你是丐帮三大元老，德高望重，可你隐退多年，此次亲自出山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事关马夫人到。魏王人马门康氏，拜见帮主。嫂夫人不必如此。马夫人，各路证人都已经到齐了，你就把事情的原委跟大家言明吧。是，嫂夫人，有什么事尽管说便是。多谢帮主。小女子在帮先夫整理遗物的时候，发现了一封用火漆封死的书信，封面上写
假若马大元寿终正寝的话，此封信需立即被烧毁；如果死于非命的话，这封信将立刻交由本邦各位长老一起拆阅。事关重大，不得有误。我知道事关重大，所以马上去找帮主。正巧，帮主带着各大长老一起前往江南，也幸好如此，帮主才没有看到这封信。嫂夫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先夫的确死于非命，小女子知道事关重大，所以赶着去找徐长老。徐长老在丐帮德高望重，应该能为小女子做主。哎呀，这恩恩怨怨的，实在让老夫为难呐。乔帮主，这封信，在马夫人交给老夫的时候，这信上的火漆的确没有动过。信上是汪帮主的笔迹，老夫当然认得了。对了，宋长老，你过来看看。来。这确实是汪帮主的笔迹，宋某确信无疑。老夫怕误了大事，所以没有等到各位长老作证，便率先拆阅。但我拆阅之时，卓兄弟在我那儿做客，他可以作证啊。没错，卓某亲眼所见徐长老拆阅此信。徐长老，信上写了什么？信的开头是“剑然五兄”，是另外一个人写给他的，是写给恩师的。这个跟汪兄感情深厚的人一定知道，他还有另外一个别名叫剑然。这封信是谁写给恩师的？卓兄弟已经看过了，他和汪帮主很熟，所以他也认识这信上的笔迹呀。没错。写这封信之人，已经跟我相识很久了，所以我家中藏有一些他的旧信。于是我就邀请徐长老和马夫人到我家去找那些旧信，当面对证笔迹，发现确实是真迹。老夫虽说多活了几年，可做事万求仔细，更何况现在牵扯到丐帮的生死存亡，更牵扯到一位英雄豪杰的名声性命，所以老夫不可以自以为是，这才请来了太行的谭公谭婆。不错，此信确是那人所写。谭公谭婆跟汪帮主也是至交，所以他们也认识此信的笔迹。各位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还请各位明言。可悲呀，可叹。赵兄弟，当年的事情你也参加了，还是由你慢慢道来吧。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我是接到小娟的信才来见她的。当年什么事儿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师兄，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30年前在雁门关外那场血战，当时你是在场的。那天的情形，今天你在这儿跟大伙说说。雁门关，乱石谷，我没去过，我没去过。师兄，你怎么还是不能面对啊？我没去过，我没去过，我没去。阿弥陀佛，施主不必惊慌，雁门关外的事已经过去30年了，大错既已铸成，逃避也是徒然无益的。你，阿弥陀佛。师兄，你怎么也来了？阿弥陀佛。天台山智光大师佛驾来此，乃丐帮之福，在下感激不尽。丐帮徐长老和一字会剑门卓不凡联名折剑相照，老衲
岂敢不来？大师言重了。智光大师德高望重，无人不敬。如今远道而来，乔峰实在过意不去。阿弥陀佛。哦，对了，30年前雁门关智光大师也参加过，让他说。罪孽太重，罪孽太重，此事言之有愧。雁门关外乱石谷之战已经过去了30年，众位施主又何必再提呢？大师，现在我丐帮内部出现了重大变故，老夫这有一封多年前雁门关的书信，还请大师过目。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何必有旧事重提呢？依老衲之见，将此信毁掉，也就一了百了，如此便好。不，本帮副帮主突然惨死，如不追究，马副帮主沉冤不雪，那么本帮将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险。原来如此，可是大师，先夫沉冤不雪，还望大师替小女子主持公道。阿弥陀佛。既然这样，老衲所犯之事，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再隐瞒的了。大师，我们做的都是为国为民的事，也不能说是错事吧？错就是错，又何必自欺欺人呢？30年前，中原豪杰接到讯息，说大辽有大批武士要来偷袭少林寺，想将寺中私藏数百年的武功秘籍一举夺去。这件事非同小可。要是大辽此次突袭成功，大宋便有亡国之祸，我皇帝子孙说不定就此灭绝，尽数死于辽兵的长矛利刃之下。事在紧急，不及详加计议。听说这些大辽武士要途经雁门，一面派人通知少林寺严加戒备，个人立即兼程赶去，要在雁门关外迎击。纵不能尽数将之歼灭，也要令他们的阴谋难以得逞。乔帮主，依你之见，你如果得到这个讯息，你会怎么办？智光大师，乔某见识浅陋，才德不足以服众，让丐帮弟兄起了疑心，说来十分惭愧。但乔峰纵然无能，却也是个有胆识、有骨气的男子汉，在这种大节大义的事上，绝不知不明是非。我大宋受辽贼欺凌，家国之仇谁不私报？倘若知道这种讯息，定当率领帮中兄弟拼死一战。以乔帮主之见，那我们这个选择还是不错的。诸位英雄，英风侠烈，乔某万分敬佩，恨不得早生30年，与诸位共赴雁门关，手刃胡虏。我们这批人总共有21个，带头的大哥比我还小几岁。不过他武功卓绝，而且在武林中又受人尊崇，于是我和汪帮主就推荐他做带头大哥，一起听他的号令行事。此事成败，关系到大宋国运，中土千千万万百姓的生死，而我们却没有制胜的把握。唯一的便益就是藏在暗处，黑衣蒙面的偷袭敌人。不是说这些大辽勇士都是千挑万选的精英吗？怎么武功这么差？不会有什么差错吧？是啊，这不像是杀人不眨眼的大辽武士，消息不会错吧？传我消息之人是江湖上有威望的人，
不会跟大家开这种玩笑，是不是中了撩人的诱敌之计？抱歉。宝宝不哭啊，乖，不哭不哭。孩子不哭，乖，爹娘都在你身边呢。宝宝才3个月大，怎么听得懂你说什么？乖。不管他听不听得懂，等他长大成人，一定要做个顶天立地的勇士。好，儿子，听到没？听到爸爸跟你说话了吗？不哭。怎么回事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，你在这等我。你小心点啊！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杀我族人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们20几个人还不敌他1个人，可见他武功之高，所以逼不得已，只好对他的妻儿下手。